今天给天天向上针灸群录一个小视频，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和想法。感谢刘伟老师建这个群，我在里边潜水很长时间，学到很多东西，非常感谢。我今天就抛砖引玉，讲一讲整骨疗法里面的常见代偿模式这个理论怎么和咱们的中医的针灸、推拿这种治疗结合起来。我们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经常能看到有些患者和正常的这种教科书讲的不太一样。教科书上都是讲的很简单，哪个地方得什么病了，你辩证是什么样，诊断什么样，用哪些方法治疗，治完就应该好嘛。但是大家看病人多了就知道，这个教科书上面的病都是照着人身上的症状来写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是照着教科书来生病的。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病人，就是所谓的病越治越多，本来刚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局部的症状，你去治，很快这个症状就治好了。治好之后，这病人就说：“我治好了，其他地方又不舒服了。”按下葫芦起来瓢。当然，这个群里的老师都是经验比较丰富。我们传统中医的很多流派都是有各自的方法、各自的经验，有很多的方法也可以避免这种情况。通常我们是治病求本嘛，可以避免此起彼伏的症状不断变成一个老病号，而是真正能治一个好一个，把这个人整体的状态调好。但是很多可能没有传承，或者是学了基础教材的这种年轻人，他可能经验也不足，也没有人去带，他可能碰到这种情况就有点抓瞎了，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今天想抛砖引玉，简单介绍一下整骨疗法里面这种 CCP，就是常见代偿模式理论这个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觉得不管是经验丰富的老医生，还是刚毕业的年轻的医生，你可以通过这个模型思考，然后做一个辅助诊断，同时可以评估一下患者的疗效，让你的治疗的这种预后更可控，可以让治疗的效率更高。常见代偿模式 CCP 这个理论模型，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赞克博士在临床触诊当中观察并且总结归纳出来的。我简单介绍一下，他提出人体有4个关键的横膈膜，最上面就是颅骨和颈椎的交界处，就是我们中医的风池风府这条线。之后是颈椎和胸椎交界处，就是颈膝胸一，前面就是锁骨这条线，中间呢就是呼吸横膈膜，就是胸椎和腰椎交界的地方，但它大概是对应胸七到胸十这个位置。最下面就是腰椎和骶椎分界腰五骶一这个区域的骨盆横膈膜。这4个横膈膜是人体会有一个趋势，大概80%的人是从上到下是偏向于向左、向右、向左、向右，还有20%的人是反过来，从上到下是右左、右左。这个说的都是健康人的状态。还有一些，比如得慢性病、久治不愈，或者说受到重大的外伤，或者是长期有这种慢性的压力，心理压力也好，这种外部的压力也好，它会打破这种规律的左右交替的这种代偿模式，就会出现，比如说某一阶段卡住了，它就变成一个顺边儿，比如左左左右，或者右右右左，或者左右右左，某一个阶段它不能出现这种交替代偿，这等于是人体的自我纠正能力受限了。那会发生什么情况？简单说，比如说同样是一个网球肘，如果你通过检查发现它是处于这种常见代偿模式或者叫少见代偿模式这种左右交替的状态，那你就光治网球肘局部就可以了，它就可以很快的恢复，一般也不太容易复发。但是如果你查完以后发现它是颈椎和胸椎这个交界不能代偿了，它和上面或者和下面形成一个顺边的状态了，这个时候你光治这个网球肘，它是不能身体自愈的，就是它的自愈能力受限了。那怎么办？你先要想办法把颈胸结合的横膈膜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颈膝胸一，针灸里面就是大椎嘛，这一横线的这条相应的问题，你要去检查，需要把它这个地方的问题处理掉。这个时候
可能你都不需要去处理他这个网球肘的症状的局部，他的这个疾病就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很快康复，而且不太容易复发。甚至有的是一些极端的情况，可以在临床上碰到，比如他可能是网球肘，但是他前3个上下的这个颈椎、胸椎、胸腰段这些都是能代偿的，你发现它是骨盆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如果是按照常规的思路，你可能考虑不到需要去处理他的骨盆、他的腰椎、骶骨的这个地方，那你这个网球肘就可能变成一个非常难治好的一个慢性病。但是如果你有它这种常年代偿模式理论观念呢，你去治疗之前先检查一下，在解决局部问题之前，先把它这个系统上的代偿的模式得到纠正，那你的疗效可能就是事半功倍。这套理论提出之后，后续的像肌筋膜疗法还有颅底疗法，其实都是大量的应用它。这么多年下来，将近50多年了吧，还是证明这套理论是非常实用的。我学习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它这个位置也好，功能也好，就和这种丹道周天里面三观呀，还有这种三焦学说的这一些概念就特别的接近。我就把2个东西就结合在一起看了，临床当中也非常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方法其实是很简单的，你让病人平躺，第一步就是让病人被动的，不要让他自己动，被动的把颈椎的下段都曲起来卡住，只让颅骨和第一节颈椎这里来旋转，左右转。你要去感受一下你被动的转他的头的时候，往左边更容易还是往右边更容易？往哪边容易就标记是哪个方向。80%的健康人是往左边，20%的健康人是往右边。颈椎和胸椎交界的这个位置，你从下面托住他的肩胛骨，左右抬一下，看看是往哪边更容易，或者是把手放在他的左骨下面这里，往左推一下，往右推一下，感觉一下他哪边的筋膜更容易移动，哪边更容易就是哪边方向。胸椎和腰椎交界就是胸七和胸十之间的肋骨，两边握住之后左右旋转，骨盆就是放在这个髂前上棘这里，左右旋转，这样你就能得到它一个结论。你这大概检查一下，也就是1-2分钟的事儿。大家有这么一个观念呢，我觉得是可以和很多技术结合的，不管是针灸也好，推拿也好，正骨也好，还甚至你开中药，我觉得也是可以提醒一下你的一些辩证思路。同时，你有这个理论，你也可以向你的患者解释为什么这个患者的病本来是简单的症状，越治越严重或者越治越复杂，变成老病号，这种都不是说患者或者医生希望见到的情况。那你有这个观念，让患者也注意一下，他理解之后，他也能更好的配合治疗。刘伟老师问说，人体内部的理论我怎么看？我的看法就是，传统有传统的看法，现在有现在的看法，我们结合起来，不要固步自封，不要有这种门户之见，互相参照，才能让中医这个行业，让它的理论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进步。大家对这个理论感兴趣，可以买书或者上网找一些资料，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我希望能对大家的日常临床工作和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帮助。谢谢大家，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多交流。